臣李元泽，恳请陛下依照律法重审安神刘真一案，还首府大人一个清白。宣户部侍郎李元泽进殿。微臣李元泽，恳请陛下依照律法重审刘真一案，还首府大人一个清白。老师一生为国，此事必另有隐情，臣斗胆谏言，望陛下彻查一人。长公主萧平明。皇上呢？毕竟皇上去哪儿了？皇上呢？这怎么回事？老女记挂本宫了。李元泽，5年前你亲手把我送去北疆和亲，受尽折磨。如今我回来了，那些痛苦，那些屈辱，我定要你加倍奉还。陛下身体抱恙，今日大殿之上便由本宫做主。李大人，这御状还告吗？还请。长公主成全。好，既然李大人爱讲律法，咱们便依律而行。来人！依照我朝律法，击鼓沉冤者，若以下告上牵涉王族，需踏火盆、递诉状入牢狱，方能彰其决心。李大人，请了。做你不二分，你将我天真。大人别急，既是诉状，何不以血代墨，更显诚意？
多谢长公主指教。今心为念。5年了，李大人还是写的一手好字。你没想到我还能回来吧，李元策？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是如何一笔一画写下那封折子送我去北疆和亲的。老师，是您以我的名义递了那封孙膑折子，我宁可血溅丹心，也不能让他一个人牺牲。这笔账，我们慢慢算。所招在此，微臣李元策愿为恩师刘真申冤。李大人一片赤心，本宫自然要成全。来人，把他压下去。李大人，醒了。这是哪里？没想到吧？这里是公主府。多亏了你们文臣最看不上的甘将军，打败了北疆，将我活着带了回来。如今父皇驾崩，新帝年幼，对我唯命是从。别说一个刘真，就是整个大晋朝堂，都尽在我的掌控。李大人，你说你去大殿告御状，岂不可笑？你为了复仇，杀了我老师，他难道不该死吗？本宫这5年备受折磨，若非靠着恨意撑着一口气，这一切都跟他刘真脱不了干系。长公主。
本宫成全你，那便让他替你陪葬吧。这可是刘真毕生心血凝铸的书稿，被你们视若珍宝的东西，不要！怎么舍不得了？行啊，如果你想保住它，那便退了这身清高皮囊，西行至我面前。从此以后，鹤颈低垂，成为我的笼中鸟。李大人，既然受伤了，就快些医治吧。就是不知道那本册子还能坚持多久。请吧，李大人。李大人既然不愿意，只能由本宫带了。你躲一次，我便杀一个刘真的学生。第一个便杀元松，如何？个个都是你的软肋，那5年前被你欺骗的我到底算什么？陛下派了差事，元泽已经离京了。
本宫说过，你欠我的，我会让你一点一点还回来。眼下，本宫先向你讨一个物件，如何？替本宫写一幅字吧。你要干什么？自然是要刻成匾额，招摇过市，让世人都看看本宫和李大人的交情。李元泽，本宫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阿星，送李大人去厢房休息，准备好笔墨纸砚。明日，本宫亲自来找您取。替本宫写一幅字吧。殿下，本宫不亮了。陛下说了，您的字不成体统，必须每日练上2个时辰。字写得好有什么用？全都是花架子。殿下，本宫今日一定要出去。冒犯了。微臣李元泽参见长公主。李元泽，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殿下，这是今年的状元郎，陛下昨日指派他当您的老师，教您写字。李大人不必多礼。来，您看看本宫的字写得如何？师兄，大殿之上，师兄阻拦我，是否别有深意？阿宋，一人之动难成大事。我本意是要所有文臣的愤怒，无奈半路生变，但此难也不是全无收获。我需暂留长公主府中，为了他们个个都是你的软肋，那5年前被你欺骗的我到底算什么？为了老师曾提到的那份刻意用右手书写的书稿，里面藏有干涉意图谋反的罪证。待我留在长公主府，拿到书稿，再做打算。甘将军在幕后看了1日的好戏，可还满意？殿下先是杀了刘真，又当街闹了这么一出，扫了所有文臣的脸面，真是有趣。不过，臣还有一事不明：既然殿下对李元泽恨之入骨，为何不杀了他，以绝心头之恨呢？你们这些武夫还真是无趣。哦，殿下何出此言？游戏要慢慢玩才有意思，让他死得那么轻巧，岂不是便宜他了？殿下不怕夜长梦多？有甘将军在，本宫何惧？
倒是成愚钝了，只能以这岭南的荔枝赔罪了。怎么，还要本宫亲自动手？为人臣者，此乃本分。更何况，我们本就有婚约呢。甘将军，我这里有你要的东西。北疆布防图，作为交换，带我回京。不知公主回京想做什么呀？刘真害我，皇室欺我，必定要搅得他们天翻地覆，让他们欠本宫的都还回来。好，好，我可以带你回京，让我身后的10万铁骑做你的靠山，但我要再加一个条件。我要你嫁给我，我要借你这个长公主之手，削弱文臣势力，助我名正言顺地得到大晋。我当然记得。但别忘了我们说好的，等你将刘真一党的势力彻底清除，天下兵马也尽在我们掌握时，才是我们成婚之日。殿下，您让我找的清雅公子，还是没有消息。我能活着回来，也有他的功劳，务必要找到。是。一夜过去了，写得如何了？并非有意怠慢长公主，实在是有心无力。怎么，5年前能写，现在就写不了了？李大人是不是忘了，5年前你是如何亲自握着本宫的手？一笔一画教本宫写字的。念，是信念的念。
没有这一样可以写一首好词。千禧每年，可本宫今日之心已非当日，这一切都是拜李大人所赐。是你让我知道，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放。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靠的人只有自己。就是这弱手亲手写下送我去和亲的剑文，列则，本宫就是想问你，我被送走的那一天，你为何没来？站住！仁泽，你要去何处？我要去见陛下，告诉他那份合金剑文非我所述，不作数。你不能去，为何？老师，你以我的名义递了那封催命折子，还在我的参事里面下了迷药，让我昏睡一日一夜，错过了最后的机会。就凭这些，和亲能暂息北疆狼烟，这是帝王的权衡。他需要一道冠冕堂皇的台阶。南朝文武，只有你与他有过私交，有身负亲属。你怎么想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陛下要这份折子，更重要的是大晋需要时间来喘息。那就用我的命去换。我那颗血界丹心，也不让他一个人牺牲。已经晚了，你我长公主，不过是天家手中的一枚棋。既是棋子，又如何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既然你不愿说，那本宫赐你一幅字。殿下，该将军来了。
既然你不愿说，那本宫就送你一副字。殿下，干将就来了。其实，本宫早已不在乎当年的答案。本宫就是想让你知道，我便是你人生最大的污点。伪君。将军，殿下说了，对于李元泽这类人物，寻常的刑罚只是徒劳，唯有如此，才能消磨他一生傲骨。一派胡言！将军，你不能这样。甘胜，你好大的胆子，敢对本宫拔刀！你分明知道我这刀是对谁拔的。上次我要杀李元泽，你便拦了一下，现在你又拦在眼前。殿下几次三番阻拦，难道是有私心？还是说你对他旧情未了？殿下不要忘了，你是怎么走到今日的？你始终都只能是我的人。放肆！甘将军既与我结盟，就该记得自己的承诺。如今处处对我指手画脚，毫无信任。既然如此，日后本宫帮甘将军的计谋，就此作罢。什么计谋？户部老臣林觉将以寿辰之名召集文官集合，本宫早就谋划好，带李元泽出席，当众折辱，让他们好好看看，他们心中唯一的希望早已沦为本宫的裙下臣。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乱了文臣之心，给我们可乘之机。再说甘将军，不也需要我这个傀儡来承担这恶名，不是吗？臣刚刚一时冲动，辜负了殿下的好意。方才力道有些重了，应当好好休息。殿下，切莫气坏了身子。
公主也太欺负人了，竟然用这种态度对你。现在有些事的确需要他配合，若他只是亮亮爪子的狸猫，陪他玩玩也未尝不可。若是他另有野心，盯紧他，不该放过的，一个都不要放过。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怎么样啊？敬李大人，多喝两杯。感谢诸位大人的抬爱，来为林某祝寿。林某敬各位一杯。来，李大人，喝。哎，这酒味道真好。哎呀，林大人寿辰，本宫特携新宠来贺。诸位不妨猜猜，这位是谁？谁呀？这师兄，这怎么把人整入是啊？这成何体统？你欺人太甚！放肆！你居然敢对长公主不敬！来人，给我拿下！殿下息怒。简直是不堪入目！扫地呀，真是呀！这是可忍孰不可忍呐！怎么，李大人要替他说话？可是罚你，本宫怎么舍得？这是无法度啊！这光天化日之下，羞辱李大人！殿下，出手！求我。求你！没听清，再说一次。求有辱斯文，成何体统？我们走。张大人说的对。张大人，走，一刻也待不了，我也看不下去了。成何体统？能这样有上无啊！真是晦气！这是大喜之日，主谁去？长公主，方才张大人多饮了几杯，身体不适，还望长公主见谅。李大人这等风姿，还真是一位妙人呢。如此良辰美景，不如李大人即兴赋诗一首，就以你对长公主的爱慕之情为题，要艳，要够旖旎，这才配得上殿下的天人之姿啊！放肆！本宫的人岂容得你来使唤？来人，拉下去，跪满3个时辰。殿下求罪！殿下恕罪啊！殿下恕罪啊！殿下，臣错了，臣不该多嘴，臣知道错了。殿下恕罪啊！殿下，对不起。
啊，跟你们这帮迂腐书生在一起，真是无趣。阿星，你就留在这里，好好叙叙旧。晚上你会乖乖回来的，对吗？公主殿下，谁主动跟他说话都说了什么？给我盯紧了。是。只是找到了个书商，真的能引青崖公子现身？青崖公子所有的檄文都是通过他传到北疆的。希望如此吧。我已按照您的吩咐，将刚刚袭歼诸人言行悉数记下。薛言复氏手主两端者，尽在此列。王侍郎这等墙头草，留着无影，找机会处理了。这张大人是做实事的人才。这些人务必保下来。是。只可惜他们不明白，怕是将殿下的保全之心当做了打压。做正确之事，不需他人明白。我们按规矩递了几次拜帖，但青崖公子都未回应，只能出此下策。得罪了。殿下就是这么请人相拒的吗？抱歉，是本宫唐突了，寻常法子请不到您。阿星，抱歉。不知公子可否给我半刻钟的时间？我此番寻你，就是为了当面跟您道一声谢。我与殿下素未谋面，何谈道谢？虽未曾谋面，但您的那本《青崖白鹿戏文》，我却早已烂熟于心。北疆5年，冰刀霜剑，我就是靠它熬过来的。是他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有人不曾屈服于风雪，还能于绝境之中涅槃重生。所以出于感激，只要公子开口，无论是孤本真迹还是仕途前程，只要本宫力所能及，必将倾力以报。殿下言重了，我写他的时候，从未想过索求回报。一个故事能够遇到有缘人，已是他的造化。可我总觉得，那戏文中的朝阳公主，和我有几分相似。
公子有需要之时，我随时恭候公子。对不起，大人，我马上带您换件干净的衣服。您请。师兄，可查到他为何匆匆离开？查到了，但小平宁为了找到青阿。那怎么办？阿桑，快脱衣服！哎，师兄，师兄，你我交换衣服，等一下你就带我坐在那里，就说酒后小憩，不得任何人来打扰。师兄，我不明白。你为何不向长公主解释？当时你也是身不由己。故人已逝，何必再为老身？他果然还未归来。殿下是在找我吗？只是我是醉酒，在林府多休息了一会儿。况且，我同门的性命皆系于殿下，难道我还有其他选择吗？李大人竟如此听话，和你们大晋的那一战，害我成了废人。你这副身子就算再美，与我又有何用？你不是最爱干净吗？我帮你洗洗。
李大人，您请回吧。阿贤，他这是为何？大人又何必在此装？不愿与我相交。不过我如今恶名在外，这也正常。如果无事，我们便不要去打扰人家。但若他有困难，一定要告诉我。殿下，昨夜那李元泽在屋外站了一夜。他这非要当活菩萨的毛病，还是改不掉。昨日啊，长公主带人砸了镇南王府，放走了府内姬妾，圣上盛怒，命他给王爷道歉，他不愿意。镇南王啊，确实不是个好东西。听闻他暴怒成性，时常虐待姬妾，闹出了不少条人命。话可不能这么说，镇南王保将未动，有些小癖好又如何？眼下正是用兵之际，长公主闹出这出，当真是不知轻重。哎，女子啊，终究是目光短浅。哎，走。怎么，你也是来劝我认错的吗？殿下无错，有何事？殿下，不好了，李大人出事了！什么？李元泽，李元泽，李元泽，你不要命了，
果然在朝堂上，他和镇南王，他……如此品行之人，怎能担得起一方将领之责？若重用此等鼠辈，才是我大惊之耻。刘真那个老东西，明明是你的老师，还不帮你说几句好话，下手还这么重。恩师也是为了保全朕，他先动了怒，陛下也就不好责罚我了。本宫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本宫就不能插手此事？难道本宫就只能做一只金丝雀，整日锦衣玉食，盼得觅得如意郎君，方是正道吗？殿下，朕唐突了。在臣心目中，殿下从来都不是笼中雀。殿下心怀天下，犹如凤鸟欲展宏图，何错之有呢？更何况，这本就是身为长公主最珍贵的冠冕。江山社稷，黎民福祉，早已与您血脉相连。纵使现在羽翼未放，但终将有一日，百姓们会受到您的庇护。可，对不起，殿下。臣说过，殿下无错，所以不要再为了翱翔之心道歉。臣会与殿下同好，那鹰起长空之日。殿下，殿下，出大事了！抬上来！
您好好看一看，这尸体是否眼熟啊？老师的玉佩，师娘，长儿，既然李大人都确认了，看来那便没错。虽然尸体已经被泡得面目全非，但年龄和身形全部符合刘真家人的特征。殿下，臣近日正在寻找这二人，马上就要找到，偏偏这二人却死了，尸体还都面目模糊。这可是殿下的手笔啊！本宫一步，而非在这里兴师问罪。殿下教训的是，只是依照律法，官员获罪祸不及老幼。殿下此举，怕是要引起争议啊！律法与我何干？我恨刘真入骨，怎么可能放他们一条生路？他们既是刘真的家人，就活该赔上性命。倒是尔等，怎么又把这脏东西抬到本宫面前？还不快抬走！我看谁敢！周成，走。将军，咱们就这么走了，是不是便宜了他们？有了这根刺，他们二人之间再无转圜余地。殿下的手段，臣见识到了。
殿下，他不会出什么事吧？给他找个御医。他的命是我的，没有我的允许，他不能死。殿下，御医说，李大人他之前淋雨本就感染了风寒，加上背痛过重伤及心脉，需要及时用药，但他滴水不进。我倒要亲眼看看，难不成是真的想找死吗？谁让你进来的？原来这就是你装模作样在我身边的目的。我早该毁了他。看来殿下还是不了解我。当初我金榜题名的时候，老师夸赞我的不只是文章锦绣，还有过目不忘。里面的一字一句，每个符号，我都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要想彻底的毁掉它，除非你杀了我。你当真以为我舍不得杀你吗？你不是舍不得杀我，你是杀不了我了。李元泽，你敢！今日，你若踏出去一步，后果自负。臣早就该迈出这一步。敬二位内阁。
李元策，你是从一开始就算计好了。本宫就是想知道，这件戏你是何时布下的？太皇太后。竟是如此，是本宫疏忽了。5年不见，忘了李大人是何等人物。纵使旁人摔得粉身碎骨，你也总会给自己留一条退路。现在如此，5年前依然。师兄，你已经写了一夜了，休息一下吧。无碍。此番太皇太后出手相助，是否能帮我们改变局面？太皇太后帮我，是念往日情分。这是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他年事已高，已经无心再牵涉朝政，往后不必再叨扰了。这些是老师书稿里面字迹不同的部分。我为何看不懂师父的意思？既然已经有了谜面，那必然可以寻到谜底。只要在那之前可以肃清朝堂，也不算辜负老师的遗志。师兄，事已至此，你不要自责。我此刻还救不了，但至少能有这处希望，为他编织出一个活下去的希望。
李元泽，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你说这个念字是思念的念，还是念念不忘的念？过往种种，皆烟消云散。想必你我之间，也只能如此。殿下，请留步，您不能进去。让开！殿下，这让他进来吧。5年不见，祖母的身体可还好些？难为你还想着哀家。您倒是颇有心力，否则怎么会坏了本宫的好事？若哀家不出手，难不成你想杀了李元泽？若本宫说是呢？你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哀家了解自己的孙女。5年了，本宫早已不是当初京城那个无忧无虑的长公主了，凭什么不会变？就凭这个，皇帝书卷之上，无一例外都是你的批注。这用心的程度，恐怕连帝师也要自愧不如。若你当真与那干圣同谋，又何苦费这些心思？你借着把持朝政的名义进贡，分明是为了指点皇帝研习治国之道，将他教导成真正的明君。平娘，你本就是这样的孩子。哀家知你如此，这天下如何能旁落他人之手？错了，这天下姓甚名谁，本宫根本就不在乎。自始至终，本宫为的只有私心。本宫绝不允许自己的故事再次重演，本宫就是要争一口气，要告诉所有人，牺牲女子以安天下，本就是错。当年未能救下你，你可怨祖母？宫中女子本为浮萍，莫说干涉他人的命运，往往连自己的人生也无法左右，又谈何怨恨？更何况，祖母，您这一身病，不都是当年为了给孙女求情时落下的吗？
既如此，你为何唯独对李元泽不死不休？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他好过。当年我打了败仗，被先帝发配去莲华院思过，险些丢了官职。我本不信神佛，却凑巧在那老和尚的机缘下，见了清雅公子一面。进攻北疆，可解困局。若非此人，我如何能走到今日？此等利器必须为我所用，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务必找到他。是，将军。不过，在那之前，自李元泽一回来，户部那群老东西就闭门不出，故意拖延，不愿增加军费。您看，若是他们不愿意配合，那便找一个配合的人，坐到那个位置上去。可那李元泽绝不会同意。他正好，他的账该有人负责。甘将军，这是什么意思？户部侍郎位置空缺已久，臣寻觅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殿下觉得如何？王侍郎，你文成堆里混不下去了，转眼便投了新的考试，当真是机灵。识时务者为俊杰，殿下谬赞，谬赞了。可惜，我不喜欢他。为什么？他惹过我，你不知道吗？殿下息怒，殿下息怒，殿下息怒！就因为他骂了李元泽。我的东西，就算是阿猫阿狗，也容不得别人知会。这种感觉，你最清楚，不是吗？但李元泽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你放这只猛兽出了笼，坏了我的大事，是不是也该补偿一二？要不是你的那出离间计，他也不会那么快出笼吧？你到底想要什么？自始至终，我想要的都是殿下您的支持。毕竟，
你我都是一路人，你说呢？关于擢升王侍郎担任户部尚书之事，众爱卿有何想法？启禀陛下，王侍郎毫无经验，甚至连赋税和账目都未必看得明白。一个只知道贪图酒色之人，如何能担得起如此重担？一旦上任，轻则管理混乱，重则耽误国事。反观林大人，在户部主事多年，没有出过半分差池，分明该由他任职。没有经验，学就是了。张大人，莫非你一生下来就会知乎者也了？岂有此理！依本将看，王侍郎才是户部尚书的最合适人选。甘将军此言差矣。我大晋文臣之位，还轮不到武将来安排。说的有理呀，真是轮不到他们来，真是岂有此理！是吗？李大人说本宫非要插手此事吗？甘将军有心了。依本宫看，这王侍郎选的极好。林大人虽熟悉户部事务，但终究是老了。我大晋朝堂也该有新气象。长公主英明。长公主英明。李大人，你说呢？回殿下，户部掌管户籍财经，事关百姓，容不得半点差错。更何况，民生之事乃天下大事，臣以为即便是长公主，也无权插手此事。李大人瞧不上本宫，可如果本宫说这是陛下的职务，陛下早已委托本宫全权处理此事，李大人莫不是想抗旨？臣不敢抗旨，但臣更不愿看到陛下被奸人所蒙蔽。放肆！看来李大人对本宫怨念颇深啊，不妨仔细说说。殿下先别急着对号入座。王侍郎，这本账目可还熟悉？你贪污的每一笔账都有据可查，还不速速认罪？殿下恕罪，殿下恕罪啊！殿下若执意贪污，臣必拼死禀告，好好问问陛下，纵容此等鼠辈染指户部，究竟是谁的意思？你请殿下依律处置王侍郎。先押入大牢，容后再议。殿下，是殿下，殿下恕罪啊！殿下，殿下恕罪！殿下恕罪啊！李元泽，你给本宫等着！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这就沉不住气了？臣以为有殿下在，这是一场必胜的仗。看来倒是臣高估殿下了。谁说你输了？像王侍郎这样的墙头草，风往何处吹，
他就往何处倒。本就略加惩戒，方能知晓轻重。待他吃够了苦头，再加以援助，还怕调教不出一条忠心耿耿的狗吗？那我就拭目以待了。王侍郎这样的奸臣，必不可留。若是让他成为干胜在户部的走狗，必将酿成大祸。幸好今日朝上有李大人。原本宫想先稳住干胜，再从长计议。不需要他，本宫也能想到破解之法。是什么？啊？破局之法？师兄，是什么？如今要解决此事，只剩下一条路了。那便是抢在干胜之前，杀了他。王侍郎，让你失望了。李大人还真是好雅兴啊！夜半闲逛至此，难不成是到这个地方来怀念恩师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交出与干胜勾结的证据，我还能留你一条活命。李元泽，李元泽，你以为现在还是刘真活着的时候啊？这大境的天早就变了，温润如鹤，谦谦君子。我呸！你只不过是一个被长公主厌弃的面首罢了。恐怕这身子骨早都给玩烂了吧？啊！我不怕实话告诉你，没几日，长公主殿下和甘将军就会把我从这儿放出去。不如你现在就跪下来，给我磕几个响头，求求我，我可以在长公主面前替你美言几句，好让她重新纳你回府上，如何啊？长公主朝这里来了，听见没？听见没？长公主殿下她来救我了。贪赃枉法又如何？做个好官儿，不如站对了地方。兜兜转转，户部尚书还是我的。元泽，你疯了！我这斩杀朝廷命官，那可是重罪。先帝赐我这柄尚方宝剑，正适合除贪官、正朝纲，我岂能辜负？还有，谁说是我杀了你？
殿下赶来，是想救他吧？可惜，没能如您的愿。李大人向来秉持公正，竟然也会动用私刑，草菅人命。殿下此言差矣，王侍郎乃是自杀，与臣有何干系？你倒是说说，他为何自杀？此剑乃先帝御赐，见物如见人。先帝余威犹在，我猜王侍郎是羞愧难当，想要以死谢罪，来求一个宽恕。李大人这张嘴，当真能颠倒黑白呀！殿下谬赞，不及您半分。您若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原则恭候。李大人还真是让人惊喜，真让本宫后悔万分。本宫真后悔，当初没与李大人好好消遣一阵，错过了不少乐子。怎么，才短短几日，穿上这身朝服，李大人就忘了在长公主府的日子了？要不要本宫帮你回忆回忆？没想到念念不忘的人是殿下呀！殿下折辱我是想证明什么？证明你不再是5年前的萧平宁，证明你从北疆带回来的只有恨吗？但是殿下，恨是会蒙蔽双眼的。你护着这样的蛀虫，与甘胜这样的豺狼为伍，难道你就不怕有一天会引火烧身吗？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样的话？殿下想杀了朕，对吗？也对，这天下可还有殿下在乎的东西，何况是人命。是甘胜的野心。李大人会在意一条蝼蚁的性命吗？若是千万只呢？殿下可以杀了朕，杀了张大人、林大人，但除非殿下杀光全天下所有的文臣，否则这朝堂之上便永远有一方弹劾的奏折。李元泽，不义之怒，一个流血千里，何况我等？殿下，李大人用过的东西都在这里了。臣会与殿下同好，待迎接长空之日。殿下，阿信斗胆问一句：这李大人杀了王侍郎，不是帮了咱们？陛下为何动怒？怎么？难不成本宫还要对他感恩戴德吗？本宫就是看不惯他那副模样。5年了，所有人都在变，凭什么就他李元泽不变？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被称之为文臣之首。朝中文臣皆是他为解阳。殿下，咱们要不要和他联手？或许能多一些胜算。绝无可能。
王侍郎贪污成性，蔑视法度，经已畏罪自杀。幸得李清明察秋毫，助我大晋肃清朝纲，为天下民生，户部不可群龙无首。特命凌大人兼户部尚书一职，掌钱粮，安黎庶。连一个区侍郎都护不住。那日长公主还与李元泽争执一番，却也没能抓住他的把柄。将军，那姓李的不过是得意一时，长公主总归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何愁赢不了呢？说得轻巧，如今户部落在李元泽手上，想从中再抠出点银子，恐怕难上加难啊。将军，其实属下还有件事禀报。青崖公子那边有消息了？将军英明，您果真是料事如神。这青崖公子就在京中，只是他迟迟不肯露面，怕是不愿相见。见或不见，可不是由他说了算的。1年前疏于公子，一直以来，老衲都想再邀公子切磋，没想到今天还是输了，老衲自愧不如啊！觉元法师过谦了。入局之人，业为眼前所获，唯有跳出局中，方知全貌。老衲多谢公子解惑。大师不必大谢。1年前，若不是您出手相助，甘胜也不会如此信任青崖公子。公子怀人履意，以兼贺事，老衲自当帮你。大师，若1年前我所为，均出自于我私心，你是否会后悔帮我？公子，在佛眼里，度一人和度世人并无区别，何来私心？只是不知公子是否得偿所愿。或许这世上本就没有得偿所愿。觉元法师，师兄，老周自从上次被萧平宁绑架过后，不是吓得离京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还要约你相见？这不是老周，这虽然是老周的字迹，但我们约定过，署名只写别号。可这封信上面是原名，明显是假的。甘胜此前几次3番打探你的下落，会不会是他说的绝？他也是该坐不住了。他竟用了这种方式，定是来者不善。师兄，要三思啊！既然甘胜信任青崖公子，不如加以利用，牵制一二。可是，若被他发现，你的安危……只要能赢，即便是以身入局，又有何妨？
此地不宜久留，换个地方说话。走。殿下，我在甘胜府中探听到消息，他们要设局活捉千崖公子。知道了，辛苦了。你在那里处境危险，一定要小心。殿下有恩于我，能为殿下做事，我愿肝脑涂地。公子，给你送信的并非书生，而是甘胜。他之所以设下此局，是想困住你，让你为他所用，所以，我才必须在你去经过他的必经之路上拦住你。众所周知，殿下和甘将军的关系非比寻常。既如此，为何还要坏他的好事，帮我脱困呢？若非我之前以书商为饵，你也不至于暴露行踪，惹来祸端。此事因我而起，理应由我负责。如果这件事情让甘将军知道的话，会牵扯到殿下吗？你倒是很关心我跟他的关系。那假如我因此受到牵连，公子会帮我吗？殿下如果和甘将军发生冲突，我定会帮你，就当还了今天这个人情。不过，我倒希望你好好活着，自由自在的活着。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北疆5年，冰刀霜剑，我就是靠他熬过来的。只是因为檄文鼓励了你，如何能谈得上救命恩人之称呢？这就是大晋的长公主，瞧瞧这脸蛋，这小腰，你们喜欢吗？哎，会个来！一个不在乎自己生死的人，怎么会怕你？不过就算是死，我也一定要拽你一起。公主又如何？还不是我们的战利品。瞧瞧，他发了。大川鬼故事，对，活着，我要活着。那时，我早已有了4肢，只不过再等一个机会。如果不是当初听到那段戏文，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一缕亡魂了。你为了复仇，杀了我老师，他难道不该死吗？本宫在北疆这5年受尽折磨，若非靠着一口恨意支撑到现在，这一切都跟他刘真脱不了干系。偏恋，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你？所以，怎么不算救命恩人呢？无论如何，
感谢殿下今日对我出手相助，这份好意我记住了。你刚刚说欠我一个人情，你可别忘了。劳您费心了。公子今晚的计划被长公主破坏，这是要想着明日再和甘将军相见吧？既想好退路，公子为何还忧思不定？谋略已定，人心难猜啊！公子今日在教老衲下棋时曾说：“入局者迷，唯有跳出局中，方知全貌。”也许判断一个人时，也同样适用。想见青崖公子一面，当真是不易啊。将军昨夜受累了，请。公子这是何意啊？昨夜酒楼外围了许多精兵，好一张天罗地网。敢问将军，究竟是把我当成客人，还是逃犯啊？这么说，公子去了？只是看到将军待我的方式，又改主意了。手下的人擅作主张，本想护公子周全，没成想，反倒让公子误会我了。哦，那这院内被将军替换的人，也都是来保护我的吗？正是，青崖公子是我最看重的人，您的安全自然是第一位的。想必将军在朝中也是这般行事，即便这皇城已经是将军的掌中之物，可将军仍然困扰，偏偏这些文臣的心却宁死不屈啊！公子果然是卧龙凤雏之才，居陋室而观天下，令人佩服啊！看到将军这副模样，我便已知晓，这军饷改革之事，为何迟迟不肯推行呢？求公子赐教。世间之事，易书不易读。朝中文臣不过一些酸腐书生罢了，反对的声音再大，又有何妨？最重要的是撬动世家。要想获利，必先让利。好，好，好！不愧是青崖公子，公子可愿留下为我出谋划策？你我共创一番伟业。公子想要什么，随便提。我想要的，也只有将军能给。
方才公主府送来的。没想到殿下说的人情，是让在下陪着买东西啊。不行吗？秦安公子的人情可不能浪费。正好我要买一幅画作为礼物，你精通于此，能帮我当参谋，而且在老周这里买也算给他赔罪了。礼物？殿下是要送给何人？我母妃。准确说来，这是一份祭礼。我母妃生前最爱此画，为了一幅佳作，常常能彻夜不眠，费尽千辛万苦只为一观。那年，我曾许诺母妃，要在她生辰时送她一幅全京城最好的画。可母妃生辰在春日，冬日飞雪之时，我便已离去，终究是没有赶上。后来母妃过世，那些字画也都不知所踪。若母妃泉下有知，自己心爱的宝贝被如此糟践，定会不忍。我那时在边外，默守护着那些字画，就连自己都护不住。或许没那么糟糕呢。也许太妃在京城中有旧相识，早已帮她安排好了遗物。是吗？虽是安慰，但都谢了。我对母妃有愧，便想着趁着祭礼一做弥补。你说哪一幅画最好？那一幅吧，虽寥寥几笔，却以大墨绘出花盛开，细雨霏霏梨花白，看似如若，却在春寒中最先盛开。巧了，母妃生前最爱的便是梨花。我想，母妃一定会喜欢。多谢公子。殿下不必客气。妖女，拿命来！刘皇后，妖女，你不得好死！你倒是个好父亲，为了救自己的女儿，竟然什么活都接。你怎么知道？行刺本宫，或可解燃眉之急。可若你死了，谁来守护你的女儿？你以为本宫真的会放了她？小嫔姐，你这个魔鬼！你为何如此厌恶本宫？说来听听。你回来后，便和干圣勾结，搅得朝堂不得安宁，百姓都怕你们。小嫔你根本不配做大晋的长公主。杀了你，就是为民除害，我不后悔。你对本宫恨之入骨啊！看来只能……殿下，放了你。为什么？你讨厌本宫，本宫偏要你欠我一条命。
记住了，从今往后，本宫就是你的救命恩人。小平你行了，让他走吧，碍眼。走。你的伤口需要处理，我这里有药。得罪了。你的意思是，我只是演戏给你看，等到你看不见的时候，再把他给杀了？你会吗？公子果然也是这样想我。毕竟，这世上的人都是这么想的，也实属正常。听殿下的意思，难道说殿下此举另有隐情吗？你是指放了那人？冤有头，债有主，她只是一枚最不起眼的棋子，我萧平宁也不屑为难。况且，稚子无辜，又何必牵连？那师娘和昭儿就不无辜吗？不过公子，既然你从心里认为我就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那方才我有危险时，你又为何挺身相救？事出境迁，救人乃是本能。即便是阿猫阿狗，我也一样会出手，更何况是活生生的人呢？公子这副心肠，不去那寺庙里当那活菩萨，当真是可惜了。今日还是多谢公子了，待我母妃祭礼，我会跟她提起你的。神明在上，惟愿庇佑老师一家早登其乐，往生净土。老师，我好像做错了一件事情，又或者1年前就做错了事。因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学生的檄文救了萧偏宁，萧偏宁却杀了你。学生一直都知道，人生的因果谁都逃不掉。
是学生万万没有想到，这报应居然落到了您的身上。如果必须要一命换一命，为什么死的人不能说谎？或许，这就是报应。报应我对他依然还有妄想。今日我又差点动摇，差一点就相信了他。可是他双手已经沾满了无辜人的鲜血。老师，是我对不起您。您放心，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您最在乎的大钱。微臣求见陛下，有要事商议。陛下身体不适，已经歇下，甘将军改日再来吧。陛下身体有恙，臣更应该探望。陛下刚患病，你便急不可耐入宫，让本宫连体面都没法做全。说是放你进去，又会让文臣抓住把柄。有什么事不能跟本宫商量吗？臣现在来，就是想问一问，今年南疆贡品已入宫，陛下觉得如何？将军意下如何？依臣之见，这贡品好是好，但南疆珍宝又岂止于此？奇珍异兽皆是俗物，南疆最宝贝的东西，自然是那千里沃野。殿下，您觉得呢？这便要看将军的本事了。若能让本宫一见，那自然是好。殿下，你心中有怨，臣可以理解。但方才甘圣所言，分明是要攻打南疆。一旦燃起战火，便是覆水难收。这对殿下而言，又有何好处？理解，李元泽，你也配？本宫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尝一尝本宫5年前受过的苦。再说了，能给李大人添堵，本宫何乐而不为呢？这味道，
李大人，你怎么了？回殿下，朕无碍。既然陛下已经睡下了，那臣先告退了。王姐，你刚刚为何那样同他说话？明明并非真心，却偏要恶语伤人。大人的事，小孩别管。皇姐，这不是小孩子。那既如此，本宫问你，刚才可听出干胜话中的深意了？这有何难？干胜狼子野心，寓意进犯南疆，扩大版图。一旦两国交战，军费增多，他的威望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到那时，他便可坐收渔利。干胜自私贪婪，但有一点，他未曾说错。是吗？千里沃野，万里河山，如此珍宝，难道陛下不动心吗？为君者，岂能无野心？但朕不愿做汉武帝，只愿效仿文景。为何？战火燃起，或可开疆扩土，成就一番伟业。但是百姓会因此蒙难，与民生无益。帝王的千秋功绩，既在远处，更在近处。史书上的辉煌一笔，哪比得过灯火万家？能给李大人添堵，本宫何乐而不为呢？这是公主府秘制的凝血膏，以苏木入药气味独特，京城之内绝无他人知晓配方。我只在那一日给清雅公子用过。他身上怎么会有？倘若你真的是他，将军，府里最近有个小厮行踪诡异，私自出府，是否要抓来审问？不用，让他出去，好好看看这个会打洞的老鼠究竟是谁家的。是。难道他在试探我的伤口？公子今日似乎有些心神不宁啊。法师慧眼，公主或已起疑心，若有朝一日，青崖公子的身份被他知晓，还望您能出手相助。老衲早就说过，愿为公子所用。公子可识得此物？这是？打开看看。
风息堂。此物生于东海，老师在世时，每隔一段时日，便会委托游商去寻找。这二次又便患有喘气，需以风息堂入药，随身携带。只是他再也用不上了。前些日子，莲华院收到一大笔捐款，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老衲寻得这风息藤。何人？长公主萧平宁。萧平宁。